闹铃响起，林庭月睁开沉重的眼皮，喉咙和胸腔像被团火烧灼，呼吸都痛，过度消耗身体，加上过期药拖延了病情，导致这次感冒很重。他撑着床单坐起身，刚坐稳，胸腔颤动一阵剧烈的咳嗽，声音停止，力气也耗干。他后仰靠上床头，拿过体温计夹在腋下。等待期间，他点开手机，扫眼 APP 里堆积了几天的消息。KTV 领班，怎么样？好点没？哪天可以过来？班主任，感冒怎么样？模拟考在即，吃药不行就去输液。时间不等人，表姐，财务审批模块我写完了，你感冒好点没？不行去诊所，我妈说晚上过去带你去打针，没去你就喊范康，功课要做，工作也要做。林庭月没有时间生病，她双手打字一一回复，好多了，今天去上课，今晚去上班，又一阵咳。她把手机扔一边，拿出体温计39度，昨晚下降的体温又烧回来。余光一瞥，床头柜上铺着纯白的纸，上面分类整理好每顿该吃药，一旁药箱里的药品也摆放规整。与范康的大脸随性不同，女孩子天生细腻。昨晚她烧得头脑昏沉，意识模糊，根本无法仔细思考。敲门的人就算是个歹徒也会放进来。意外的，于北堂成了第一个进房间的异性。林庭月不抵触排斥异性，不愿深交，单纯是怕麻烦。她像没有出口的循环，每天都在压榨时间，挤不出空闲哄人或陪聊，索性关门拒客。小姑娘坐着睡觉，身体直往后倒的画面历历在目。想来她昨晚在这待了很久。她抓起纸上的药放嘴里灌了口水，杯中水不热不凉，温度适宜。壶中水是几天前烧的，早凉了。杯中温水该是于北堂新烧的热水，喉咙的痛感也得到缓解。林庭月忍不住又喝了口。在又一阵咳嗽中，门锁响动，踢踢踏踏的脚步声盖过林庭月的咳嗽。范康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。我乃昨晚晕倒，从诊所折腾到医院，忙了半宿没赶过来。你还好吧？喂，林庭月，我操，不会挂了吧？范康快步走到床边，伸手在林庭月额前贴了下，渐露笑容，没那么热了。看来我找的药挺好使。他拿起于北堂新买的药，左右瞧了瞧，这是我那天找出来的。林庭月，我买了粥和包子，你起来吃点。范康手里的餐盒放桌上，见药箱里摆放规整的药，开启福尔摩斯心。谁整理的药？昨晚有人来过。林庭月没答。范康啧了声，有情况啊，让我猜猜。学校喜欢林庭月的女生不知他家在哪，校外的不敢随意来敲门，知道林庭月家在哪，又有胆量来，还知道林庭月生病的只有一个，于北堂。林庭月抢下范康手里的药放在一旁。范康忽然哈哈大笑，被我猜中了啊！林庭月端起桌面的粥，一勺一勺舀着，毫无食欲，胃体能勉强往下咽。范康也没吃早饭，拿起个包子3-2口下肚。昨天放学我告诉于北堂你生病的。林庭月放下粥，扫眼范康，目光在说闲的。对了，北堂拜托我帮忙找个数学家教，我没找到，你有认识的人不？林庭月摇头，干脆你教他算了。林庭月拒绝。北堂甜美漂亮，乖巧有礼貌，会照顾人，多好一姑娘，又那么喜欢你，怎么就不知道珍惜？范康少有的教训起林庭月，感情需要平衡的，没有人会永远单方面喜欢你，不要失去才懂得珍惜。来照顾他，半真半假的说要做他女朋友，是因为喜欢吗？林庭月暗自冷笑。早晨赵生打电话叫水，来送水的人是范康。赵生和范康闲聊，问起林庭月。范康笑道，您家是超市的 VIP， 给 VIP 用户送水当然要来个能讲话能陪书聊天的人。赵生因这句 VIP 笑不拢嘴，硬塞给范康2根油条。范康是好脾气的笑面虎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只要不带主观敌意，都能被他哄开心。于北堂在旁也笑了。人走后，包露撇撇嘴，问包云山，范康他妈是因为他脸上那恶心的胎记才走的吧？范康妈妈是范老四外出打工骗回来的姑娘，怀孕前都没过来范家，孩子快生了才过来，一看家那么穷，孩子又有缺陷，人肯定走了。包云山边吃饭边打。赵生家没有安静饮食的习惯，饭间闲聊是常事，东家长西家短。这些天于北堂跟着听了不少街坊邻里的八卦，聊到范康，他随口问林庭月父母呢？包云山去世了，意外还是生病？他爸在外地打工时走的，听说跳楼了。他妈包云山欲言又止。别说这个，怪吓人的。包露突然提高声贝，赵生也开口，反正就是都死了，快吃饭吧。
于北堂心不在焉地喝着豆浆。来丰胥县这些天，他听了许多林廷岳的事，关乎他父母的少之又少，主动问起也没得到答案，吓人。去世时被众人瞧见了。去学校之前，他翻开记录林廷岳信息的本子，在父母一栏划掉丢弃的选项，脑中一遍遍回想简陋的出租房和生病的林廷岳。父母早亡，一个人住在廉价出租屋，生病也没人去看望照顾，换谁都会孤独，孤独就会有渴望。林廷岳像只刺猬，满身刺不过是虚张声势，只要持续不断，一定可以摸到刺猬柔软的肚皮。于北堂写下新的感受与计划后去学校。早自习，后排空了几天的座位终于有人了。他从书包里拿出提前买好的牛奶，撕下一张纸写：今天还要继续吃药。纸张裹着牛奶瓶一起放林廷岳桌上，纸条裹在瓶身上，手一松会自然掉下，垂落桌上的正是写着字的那一面。林廷岳一下不碰也能看见纸上的字，只要看见就够了。课间，林廷岳将牛奶和纸条原封不动地还回来。于北堂没所谓的扔掉纸张，拧开牛奶瓶喝了，食物不能浪费。中午食堂吃饭，他端着餐盘坐到范康和林廷岳对面，直接说中午咳嗽药3片，饭后别忘了吃。林廷岳没反应，嫂子，我也感冒发烧了。范康耍贫嘴，他的药你都可以吃。于北堂淡然，谢谢嫂子。话落，闷头吃饭的人端起餐盘去了餐盘回收处，范康端着餐盘追过去，同时对于北堂竖起拇指，口型说：嫂子加油。冷脸下不到他就躲。于北堂笑笑，低头继续吃饭。没一会儿，手机来了条陌生短信：别以为照顾我一次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他没回，直接复制号码搜索。林廷岳网名叫 CX330， 头像是纯黑的黑，空亮着一颗星。喜欢天文，林廷岳身上的每一点都能引起于北堂的新奇，像一门新的学科。他点了好友申请，晚上放学申请也没通过。路上范康发来一位好友名片，这是张老师，退休前是市一中最优秀的数学教师，现在回县里养老，除了自家孩子不叫学生的。我费了9牛2虎之力，张老师才同意帮你补习，怎么感谢我呀？周末出去吃饭，或者你想要什么，我能力范围内都可以。于北堂说：逗你的，我这学渣怎么可能认识市一中的老师？张老师是廷岳以前的老师，也是廷岳请出来的。于北堂喜出望外，周末请你们一起吃饭。别！范康忙打断于北堂，他不让我说这他以前的老师，我是怕他白天冷脸让你受伤才出卖朋友的。于北堂再次向范康道谢后，问起林廷岳感冒的情况。范康：低烧了，不用担心，感冒通常要1周多，提醒他多休息，已经上班去了。劝不动他。于北堂稍顿，很缺钱。范康：我们这种没人管的小孩哪个不缺钱，只不过我比他好点，我爸会定期给我打生活费，林廷岳全要靠自己。告别范康，于北堂心事重重地回家，走到巷子口听见声狗叫，转头一旁站着头摇尾巴的黄狗。前几天他在路上看见2伙流浪狗打架，其中一只狗腿受伤，趴在路边一动不动。于北堂去买了消毒术和食物，想帮忙消毒，可稍靠近那狗就拼命咬，无法靠前。他便剥开香肠扔了过去。第2天放学又遇见那条狗，他还是买了香肠给他，谁知第3天、第4天那狗又来了。于北堂剥开香肠包装，试着朝前走一步，狗没叫，又走一步，慢慢蹲在野狗面前，看着它吃东西，喃喃自语：白天没吃饱，你的主人为什么不要你？回应他的是路边车辆飞驰而过的呼啸声。半晌，于北堂叹了口气：我妈妈一个人去了天堂，也不要我了。他轻轻摸摸了黄狗：我走了，拜拜。他起身向巷子里拐，那狗也跟着往里走，一直走到赵生家楼门口。于北堂走上2楼往下望，那狗还在楼门口站着。他现在寄人篱下，无法收养它，无奈上楼。整天在外抢地盘、抢食物的野狗，凶狠野蛮，稍不小心就会被咬。但只要持续对它好，它就会慢慢放下防备，接受跟随。野狗也这样，林廷岳好像也是，他只是照顾一下他的病，他就帮忙找了家庭教师。上次他只有个持续靠近会发现不同的模糊概念，这只狗给了新启发，让这模糊的概念越来越清晰。人生病时最脆弱，也最需要关心，这个时候他应该出现，哪怕只是见一面。于北堂回家换掉校服，打车去林廷岳上班的 KTV， 从前台到包间一路走过去，都没看见林廷岳。服务生打开唱歌系统，简单介绍几句，转身要走。他喊住问：你们这有饭吗？有的。
服务生抽出茶几上的菜单递给他。于北堂不饿，看一圈没点出来，最后要了杯果汁，又问林廷岳负责几楼。服务生皱了下眉，似乎不知道林廷岳是谁。小时工可能和全职同事不熟。于北堂补充，他不会说话，每天只深夜来。服务生紧皱的眉头打开，那个哑巴呀，他只负责送酒水餐食，不接待客人。于北堂了然。没多久，敲门声响起，林廷岳推着餐车进来。于北堂开着房间里最亮的灯，目光第一时间交汇在一起。林廷岳胸前挂着无法讲话的提示牌，目光一触即离，端起装着果汁的餐盘放茶几上，果汁旁放着张电子打印的纸条，餐已上齐，祝您用餐愉快。随后转身走开，如若不认识。于北堂没开口，更没追出去，也如不认识一般。他喝了口果汁，从包里翻出卷子，戴上耳机写起。凌晨1点半，他收了卷子下楼结算。前台工作人员，您的账已经结过了。于北堂惊诧，谁付的？林廷岳。前台问，你们是同学？于北堂点头。他走出大厅，站门边没离开。1点5分，林廷岳换了便装从侧门出来，四目相对。于北堂没讲话，背着包安静跟他身后，拐进 KTV 旁的小路。林廷岳突然转身，2栋楼中间的狭小过道只有微暗的幽光。林廷岳单手撑着墙面堵住路，冷森森的眸光由上到下睨着于北堂，意思十分明显，两清了，离我远点。于北堂不恐不怒，仰头直视他眼睛，嗓音洪亮，那你给我结账干嘛？林廷岳别开视线，没打。凶什么凶？于北堂小声嘀咕，以为就你会凶。林廷岳低烧乏力，喉咙还痛着。林廷岳没时间与他周旋，收回手臂，转身离开，身后渐渐安静，没有跟来的脚步声。走了，停在原地。他回头，隔着不远的距离对上一双俏皮得意的眼睛。于北堂勾唇，小跑着追过去。你回头看什么？不放心我？林廷岳没应答。于北堂继续说，范康说你低烧着还来上班，我不放心。林廷岳捂唇咳了声，1日3次咳嗽药他按时吃了，可还是咳，早晨咳到凌晨。于北堂从包里拿出瓶止咳药，你试试这个，止咳效果很好，我以前咳嗽一吃就好。林廷岳顿步，双眉紧抿，刀刃般锋利的眸看他，手机打下一行字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不干嘛？于北堂可怜巴巴，我不敢自己回家，那怎么敢自己来？说过两清了，还敢来找他，小姑娘真是本领越来越大。林廷岳阔步向前，走到宽敞的停车处，跨上摩托，双腿支地，拧动油门，轰鸣声响起。于北堂见人要走，小跑变快跑，等等我！轰鸣声嗖一下驶出小巷。不懂得怜香惜玉的混蛋，祝你孤老终生！于北堂望着空荡荡的巷子，气喘吁吁的诅骂。他来时满心算计，没细想回去的问题。深夜一个人站在无人的小路里，确实害怕。想给表哥陈希平打电话，又担心陈希平问起为什么这么晚不回家，只能握着手机，壮胆子往外跑。跑着跑着，身后传来摩托车引擎声。他回头，漆黑的小巷亮起，少年骑着摩托车回来了，车停在他身边。林廷岳递过来个新头盔，于北堂接过没马上戴，清凌凌的圆眼望着他，你去买头盔了。凌晨已经买不到头盔，林廷岳回员工宿舍取了之前新买的头盔。见他默认，于北堂耷拉的嘴角慢慢扬起弧度，目光落林廷岳头上，就买一个。他把头盔递过去，还是你戴吧。林廷岳不接，低头打字，你到底走不走？不戴算了。于北堂扣紧头盔，跨坐上摩托，双手握着后尾架，走吧。回家的路偏远而僻静，路面空旷无车，摩托车引擎像新年的爆竹，每过一处留下一串噼里啪啦在夜里响起。空旷，自由。于北堂一时兴起，展开手臂，对着空旷的夜叫了声啊！挤压在胸膛的阴霾浊气一扫而空。路不远，转弯就要到家，他忽然不舍这深夜急速，喊道：慢一点！车速没慢反快。知道林廷岳整蛊，他一手握着后尾架，另一手在背后捶他一拳，口中的话没等喊出来，车速又快了。咚！于北堂头盔磕到林廷岳背上，惊恐下，他松开后尾架，双臂紧紧环住林廷岳腰。安静了。月圆夜静，野风呼啸，少年迎着风，微不可察地弯了下唇角，渐渐放慢车速。